这个周末呀，全世界都被一个20岁的年轻人震惊了。他就是 Thomas Matthew Crooks。这个年轻人呢，差一点就把美国前总统 Donald Trump 给刺杀了。全世界都在关心这件事情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更关心的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很斯文又聪明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有这样极端的暴力的行为。他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关注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我们对这个年轻人实际上所知甚少，我们在这里完全不是在对他进行心理或者是精神方面的诊断，而是通过他的故事呢，来讨论一些跟我们身边的或者是家里的年轻人精神健康有关的一些现象。根据媒体的报道， Thomas Crooks 呢，他从小经常在学校被人欺负。这种长期的被霸凌可以造成一种我们叫做复杂性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关于它的特点呢，我们会在后面去讲它。这种创伤后应激综合症会造成很多情感、行为和思维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会激发他的仇恨心理，会导致他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会让他对自我的价值产生怀疑从而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来证明大家是错的，包括想通过暴力行为成为一些人心中的英雄。这个校园霸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很多孩子在学校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特别是一些性格比较内向、社交技巧比较差的人。那么 Thomas Crooks 呢，就属于这样。根据他同学的描述他是一个比较内向、比较孤僻，同时呢也是个比较孤独的人。这倒不一定是说他不想社交，只是呢他在社交的时候呢显得非常的尴尬。但是呢和他在社交上的这种缺陷相比呢，他又是一个极端聪明的人，尤其是在科学和数学方面，他还在一些竞赛上面得奖。其实这一点呢加重了他和同龄人或者是其他人的距离因为他在某些方面是非常聪明的。如果您看过我们以前的节目的话，特别是有一期关于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话，你就可能会联想到一个年轻人他一方面在社交上尴尬有缺陷，在另一方面呢他又有超长的智力甚至天赋，就会想到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叫做阿斯伯格综合症。那么这个阿斯伯格综合症呢，现在变成一个自闭症谱系的症状。那自闭症呢，它是一个广泛的各种各样原因造成的不同程度的自闭方面的问题。在这个谱系的偏高端呢就是那些社交上有困难、沟通上有困难，但是智力超常特别是在科学和数学方面。通常这个自闭谱系的人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比较强迫性的思维，他会把自己的思想和兴趣集中在某一点上比如说 Crooks 他如果把他的想法集中在某个政治人物上，他就会对他产生一种强迫性的思维。 Crooks 本身据说他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个自杀性的行为来刺杀前总统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探讨。在这之前呢，回过头来再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心理特征或者是性格缺陷都不重要。因为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可能有一个成功的人生。比如说这大家都知道，这个 Elon Musk 他毫不掩饰的说自己有阿斯伯格综合症，但是呢他是很成功的。其实呢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自闭问题。阿斯伯格医生甚至说过，你要想成功，你就得有点自闭。因为自闭的人呢，不光他有特殊的才能和天赋，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比较专注的独立思考一些事情所以呢并不是说你有阿斯伯格综合症，或者是你有自闭谱系的问题，那你就一定会失败，一定会有一个不幸的人生。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有一个动物行为学家和教授叫做Temple Grandin他就是一个自闭症的成功人士。他的见解很独特他非常专注，所以他在他的领域就有很大的成功。
那么强迫症也是啊，美国有个喜剧演员和电视主持人叫 Howie Mandel 啊，他就有强迫症，但是他也很成功，甚至包括受到这个长期霸凌产生的这种复杂的创伤应激后综合症的人，他也可以很成功。比如说美国的著名电视主持人奥普拉，他在童年时候就经历过很多的创伤，他也有很多类似于创伤应激后综合症的症状，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在美国最成功的电视主持人。还有这个英国的歌手 Adele 他也讲到过这个精神创伤后产生各种各样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说到这个焦虑和抑郁情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克鲁克斯的心态。其实呢，你仔细看他要把这个整个的事件策划出来，看起来是有很多漏洞的，但是呢，作为一个20岁的学生，他把他的事情能够计划到这一程度，就说明他在思维和行为上有多么的刻板和精准。他让美国的特勤局都没有防住他。当然了，很多朋友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我们只是在这里呢探讨他的行为和心态。同时呢，他这个行为实际上是一个自杀行为，因为他也知道这种情况下，他即便是成功了，他也是无法逃脱的，更不要说他被发现后立刻就被击毙了。所以呢，他这次去说白了是抱着一个赴死的决心而去的。那么对于一个20岁的年轻人，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选择这样的道路呢？很值得探讨。大家如果看过我们以前的视频呢，我们分析过这种行为的生物化学背景的时候，曾经讲到过甲基化不足的问题。很多这个自闭谱系的人，有强迫症的人，严重抑郁和自杀倾向的人，有成瘾性格的人，经常呢都有甲基化不足的问题这些通过化学检测我们是可以证明的，同时呢也通过营养的治疗也是可以慢慢纠正的那么大家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呢给你进行个别的咨询。还有一些有暴力倾向的人呢，他常常有酮过量的问题酮过量的问题会让人产生愤怒、焦虑、失眠暴力行为。这些呢，当然了，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对他进行这方面的生物化学的检测。但是呢，就是说有这样经历和行为的人呢，是有很多的方法，有心理治疗有营养素疗法，有药物治疗，有社会的这种支持，都是可以防治的。当然了，这里面还有牵扯到这个20岁的人呢，会不会有一些人格方面的障碍我们不管它是一个生物学因素还是社会因素，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呢，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人格特征有的人呢比较偏执那么他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克鲁克斯如果说长期受到欺负和社会的隔离的话，他容易产生一个偏执性的性格。有人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是这种性格，对谁都不相信，疑心很重。还有的人呢，慢慢成为一种分裂性的人格。这种分裂性人格的特点就是情感比较冷漠喜欢独自活动，跟社会呢脱节。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做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最后我们再强调一下 Thomas Crookes 自杀性的行为它反映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学和精神健康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我们探讨呢主要是为了让大家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以及社会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历史上刺杀总统的人多多少少都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的。比如说刺杀里根的，他就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他叫约翰辛克利，是吧？他迷恋电影演员 Jodie Foster， 产生了妄想，认为他如果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会让他对他产生印象。那么我们今后呢，怎么样采取预防的措施呢？第一呢，就是尽量的早期识别有这样问题的人，给他支持。其实在我的诊所里面，我们很多家长真的很棒，他们很关心自己的孩子，发现问题呢，不仅自己去努力的学习，而且呢，不辞辛劳的为他们的治疗付出。另外这种复杂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其实蛮多的它需要社会的、家庭的以及心理方面的支持所以呢帮助这样的人呢，他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在这个案例里，我很好奇他们的父母在这件事情上是怎么样思考的。最后呢，通过一些生物化学和生物电生理的检测，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营养神经反馈治疗在有的情况下
适当的药物治疗，都可以帮助到这样的年轻人，让他们有一个很成功的人生。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和高见，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最后我想说一下，我们将恢复每2周1次的给大家问题的解答直播，欢迎大家呢把您的问题提前提上来，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和您进行讨论。第一次恢复后的直播呢，就在这个星期天，也就是7月21号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欢迎您参加。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